美国想要利用澳大利亚完善自身的军事战略布局，但是没想到澳大利亚方面有人不买账，而且这个人物还是不小。大家好，我是肖一华。据环球网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策顾问沃里克·鲍威尔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在澳大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的做法越来越感到担忧。一些澳大利亚人开始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想被拖入到其他人的战争中，担忧澳大利亚最终会沦为美国在澳大利亚军事战略的马前卒。除此之外，鲍威尔还强调，当前的澳大利亚政府应该避免对华政策再次出现螺旋式上升的失控风险。简单来讲，美国想让澳大利亚成为对抗中国的走狗，然后让现任澳大利亚政府不要上当。所以，鲍威尔身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策顾问，属于有着官方背景的人物，能够站出来实名反对美国在澳大利亚扩大军事部署。这种做法称得上勇气可嘉，或许多少能够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内部舆论，但我认为接下来他可要注意他自身的安全了。大家都清楚，美国政府心胸狭窄，急了眼，什么事情都敢做得出来。话又说回来，在我看来，鲍威尔的担忧确实不假，因为从当前的种种迹象来看，美国正计划把澳大利亚捆绑上对华战车。就拿两件事举例。第一件事，美国与澳大利亚近期达成了合作，澳大利亚将斥资约11亿美元采购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第二，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22套海马斯火箭炮。要知道，无论是战斧巡航导弹还是海马斯火箭炮，都可以增强澳大利亚的中远程攻击能力，尤其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目前只有美国、英国拥有，现在又多了一个澳大利亚。所以在短时间内，美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多项军售合作，这种信号可不是什么好事，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快武装澳大利亚的步伐。在我看来，美国大肆武装澳大利亚，大概率是想用澳大利亚在未来中美翻脸之际，让澳大利亚军队成为美国的打手。虽说现任澳大利亚政府想要改善中澳经济关系，但政治与军事层面却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是以美国为主导。在这种背景下，面对澳大利亚在经济层面的示好，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警惕起来，以及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所幸的是，我国在这方面很清醒，明白澳大利亚大概率是靠不住的，所以也没有必要与澳方推心置腹。之所以现在要保持经济层面的合作，更多则是想利用经济利益来稳住澳大利亚，不让对方彻底倒向美国。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